我们现在能不能去看看城里的情况？现在城门都没有封，这天花非常危险，会大规模传播，需要马上封城才可以，不然马上会传到其他州县。林云熙真的很担心这天花会大面积的传播，到时候传到京城就不好了。现在没有皇命，没有人能随便封城，我们只能救治百姓而已。林云熙此刻才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。好吧，不封城也要赶紧去救治百姓吧。林云熙正要走，就被慕容琪拉住了手臂。哎，你要出去救人，也要先把晚膳给用了。饿着肚子如何救人啊？林云熙看他拉着自己的手臂，抖了抖他的手，示意他放开。这男人这2日很奇怪，开始对他动手动脚的。林云熙好像没有做什么让他误会的事情吧。为了避免尴尬，他镇定地说道：行吧，那就先用晚膳吧，用完晚膳我们出去看看如何？好，本世子陪你出去看看。说完，慕容琪示意长风传晚膳，不一会儿功夫，真的就有晚膳传了上来。知府现在忙得焦头烂额的，他们现在一行人过来还要招待他们。林云熙自觉好像很过意不去，他赶紧闷头用晚膳，很快就用完了。2人用完了晚膳，林云熙就提着自己的药箱，戴好口罩，大步走出了府衙。慕容琪跟在他后面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府衙广场前的疫病区。李知府在广场上焦急地指挥着什么。疫病区是2个大帐篷，林云熙进入帐篷看了看，发现里面坐满了病人，有些人奄奄一息，有些人似乎是刚刚染上天花的，精气神还可以，大家都排着队等着每个帐篷里的一位大夫看诊。是的，一大堆人就等一位大夫，可见现在有勇气坐诊的大夫是多么的难能可贵。外面还陆陆续续有人进入帐篷等候，希望能够早点拿到药。林云熙看到这一幕，他心头堵得慌，这天花不知道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。齐公子，这样是不行的，疫病区应该要分重病区和轻症区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，这样不分开传播速度更快。慕容琪同意他的看法，点了点头，他立刻就找来了李知府。李大人，本世子和这位女医者的建议是疫病区要分重病区和轻症区，这样好对症救治。李大人是不是应该分一下，这样本世子和这位女医者就可以直接参与救治了。好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李知府说完，立马就转身和一旁的衙役们吩咐着什么。齐公子，你有没有感觉这李大人是一个好官？林云熙看李知府满脸愁容，眼圈青黑，他应该是在为一城的百姓忧心，才会如此的憔悴。慕容琪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点了点头。林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会不会被吓到？他担心他一个女孩看到如此悲惨的一幕受不住。还好，就是看到如此多人染病，心情有些起伏。放心吧，我会调整好自己的。等一会儿我去重病区看病。我和林姑娘都在重病区吧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救下病重的人。好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李知府就全部安排好了分病区的事项，2人一起进入了重病区的帐篷。齐公子，你有什么好方法吗？本公子之前看过一本医书，上面写着用患者身上的天花病毒烧制成粉末，然后通过口鼻吹入的方式放入患者体内，这样会有效果。林云熙知道这个治疗方案，这个方案在历史上也是有的，而且会有不错的效果。但是这个方案对有些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，有些人耐受不了天花病毒而快速死去。这方法就目前来说也算是一个好办法了。在林云熙找到真正天花的天敌牛痘之前，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。他点头同意了慕容琪的医治方法，但是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齐公子，你和知府大人说，在城里去找生了牛痘病的牛，那个才是真正天花病毒的克星。牛身上的牛痘可以治疗天花？林姑娘确定吗？我确定，请相信我，那是天花的克星。林云熙的眼里充满了坚定，不知为何他信他。说完便出去找李知府了。不一会儿，慕容琪就又回来了，看到林云熙在给重病患者扎针开药，他上前看林云熙治疗。林姑娘，这又是什么方案？在找到牛痘之前，我先给他们提高免疫力，开点退热的药物给他们，还有尽量少让他们身上留下疤痕。慕容琪一直很相信林云熙的医术，他拿起林云熙写的医案还有药方开始研究起来。慕容琪自学了很多年的医术，知道林云熙开的药方是能够缓解天花病症的好药方。林姑娘，我能用你的药方一起救病治人吗？当然可以，拿去便是。不过你自己也要小心，戴好口罩，摸过病人的手一定要记得清洗。听他关心自己，慕容琪心情美好，坐在林云熙身旁不远，开始为病人开药扎针。
两人一忙就忙到了后半夜，病人是越来越多，他们都忘记了时间了。这边原本需要半夜才能到达精卫城的大军，在丫头到达的第2日晚上酉时就都到达了。慕容浩下了马，李知府赶忙就迎了上去。参见瑞王。起来吧。现在城里什么情况？回瑞王，现在城里缺医少药，大批百姓开始感染天花，情况不是很好。幸好朝廷派王爷过来了。本王带来的1万士兵可有地方安置？他们都带了帐篷，有块空地就行。回瑞王，下官已经安排好了，在衙门边上有一大块空地，可以安置1万名士兵。本王还带了20名御医，他们不住帐篷，可有地方安置？下官已经征用了一家客栈，20名御医可以住下。很好，本王要2间挨着的独立院子，可有？2间？瑞王还带了其他人？怎么，你府衙里单独的2间独立院子都没有？慕容浩蹙眉，这精卫城可是东胜国第2大城，府衙应该不会小。回王爷，有的，下官准备好了。李知府此刻已经是冒了冷汗，看了眼身旁的护卫会意，一会儿马上回去府衙安排另外一间独立院子出来。昨日是不是有一位京城来的林姑娘已经进了城？昨日进城的林姑娘？李知府想了很久，好像没有什么印象。回王爷，下官好像没有印象有一位京城来的林姑娘。和恭王世子一起来的。李知府想了想，终于想起来了，那林姑娘还给他东西来着，还叫人做口罩。他这2日很忙，倒是忘了此事了。原来那姑娘姓林呐。下官想起来了，是有一位姑娘跟着恭王世子进城的，他们现在在重病区为重病患者诊治。她是京城来的神医，你们没有怠慢她吧？神医？那林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和恭王世子一起进城，现在瑞王还说她是神医，还好我没有得罪那姑娘，不然真不好交代。回殿下，她是和恭王世子进城的，下官怎敢怠慢她？下官已经安置她和恭王世子住一个独立院子，昨夜晚膳也安排好给他们了。她和恭王世子住一个院子？回王爷，现在府衙独立院子不多，下官就安排他们住下了。不过他们来到精卫城，一直都在重病区救治病人，都没回院子里住过。他们2人在哪儿？带本王去见他们。其他人把士兵安置好了。是，瑞王这边请，他们就在府衙前广场上的疫病区。很快，慕容浩在李知府的带领下来到了府衙门前的大广场。慕容浩和李知府纷纷下马。瑞王，恭王世子和林姑娘就在这帐篷里给百姓们看诊。你先下去忙吧，本王自己进去。瑞王，您千金之躯还是不要进去吧，你还要统领士兵守护我们精卫城。眼前人是皇子，李知府自然是不敢怠慢，万一他进去染上了天花，他要如何向皇上交代啊？李知府，你先退下。这是命令，李知府无奈，他也没办法，只能是退下，先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慕容浩走进了重症帐篷，他终于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女人了。帐篷里乌烟瘴气，里面东倒西歪的躺着许多病患，个个脸上都开始冒着脓包，看上去令人震惊。但他的丫头并不嫌弃这些病人，一直为他们扎针开药。他一直看着林云熙，突然他发现丫头坐在凳子上开始摇晃，最后就直接趴在了桌子上。一旁的慕容琪看到，上前去推了推林云熙，见他没有反应，慕容琪把他打横抱起，急冲冲的就往帐篷门跑过来。丫头怎么了？他大步上前，把林云熙从慕容琪的手上夺了过来。皇兄，你来了。慕容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天一，找李知府过来，还要找御医过来。是。李知府并没有走远，天一很快就将他请了过来。瑞王，林姑娘怎么了？你给本王的院子在哪儿？现在带本王去，快！瑞王这边请。慕容浩抱着林云熙，急冲冲的就跟着李知府往府衙赶。丫头，你不要有事，本王来了，你不要有事。很快，一行人就到了府衙慕容浩要入住的院子。除了御医，其他人不得入内。八皇兄，现在御医还来，让臣弟先给林姑娘看看吧。御医来了，臣弟再走。慕容浩想了片刻，御医从客栈过来，应该还要一会儿，先让慕容琪给林云熙看看也好。恭王世子进来吧，其他人就先回。慕容浩直接把林云熙放在了自己的床榻上，慕容琪跟在慕容浩后面，看着他焦急的步伐和轻柔的动作，似乎想着什么。你赶紧给林姑娘看看。说完，慕容浩从自己腰间拿出一方帕子，盖在林云熙的手腕处。这是怕我摸到林姑娘的手？慕容琪也不介意，赶紧为林云熙把脉。把了脉之后，慕容琪起身，缓缓地说道：皇兄，林姑娘昨日到现在低迷未尽，应该是饿和累晕过去了，让她好好歇息就没事的。低迷未尽？
她是来救人的，你们竟然让她低米未进！这丫头又不吃饭救人，她为何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？皇兄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病人如此之多，我们所有人都是低迷未尽。林姑娘应该也是救人心切，她这2日气血不佳，我开个方子给她吧。皇兄一会儿也可以让御医们给她看看。好。慕容浩看了眼身旁的天一，天一马上就送来了纸笔，交给了慕容琦。慕容琦写好了方子，交给了慕容浩。他好奇地说道：“皇兄为何如此关心林姑娘？”救过本王，医术了得，本王不希望她有事。原来如此啊，林姑娘确实救过不少人，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。她是个好大夫。看着躺在榻上的人儿，慕容浩的眼神慢慢的变得温柔下来。他其实很担心林云熙会不会被传染天花，他最终还是问出了口：“她会不会得了天花？”臣弟诊断不出来，天花感染会出疱疹，还会发热，只有这些症状出现才会确定，现在是无法诊断出来的。皇兄可以问问太医，或许太医们有办法提前诊断出来。皇帝也1日低迷未尽了，你回去好好歇息。重症区本王会派人过去守着，你就先退下吧。臣弟想等林姑娘醒来再走。不用了，一会儿本王还会叫太医过来，你先退下吧。慕容琦了解这皇兄的性子，听得出来他是在赶人，也就只好退下了。丫头，你不要有事，本王在你身边，你不要有事。天花，慕容浩见过。慕容浩常年驻守边关，天花是各国为打击对方军队实力使用的一种病菌武器。天花的可怕，他只晓得一清二楚。慕容浩现在只希望他的丫头不会染上天花，那病太可怕了，让人生不如死。不多时，2名御医就到了慕容浩的住处。御医给林云熙诊断之后，得出了和慕容琦一样的结果。回瑞王，这位姑娘晕倒是劳累所致，再加上她应该有近2日低迷未尽，所以才导致昏迷不醒。让她好好休息便好，可以让这位姑娘喝点糖水，外加调养她的气血方子，就能很快好起来。这位姑娘之前在重症区看过诊，她会不会感染了天花？回瑞王，天花目前老夫是诊不出来的，除非她已有天花的病症，才能确定，恕老夫无能。还是和慕容琦诊断的结果一样。慕容浩无奈，让御医们看了看慕容琦给他的方子。你们看看这个方子，可是补气血的方子。2位御医仔细地看过方子，这确实是很好的补气血的方子。他恭敬回复：回瑞王，这是很好的补气血的方子，这位姑娘用一段时日会好起来的。行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，老臣告退。慕容浩把方子交给了天一，然后他又叫来天二和天三。你们去让府衙厨房准备晚膳，还有弄1碗红糖姜汤过来。是。屋内安静了下来。慕容浩看林云熙还穿着外衣睡，定是不舒服的。他为林云熙脱去了外衣，让林云熙睡得舒服些。慕容浩一直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一直握着林云熙的手，眼里带着担忧地看着他。丫头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好好照顾自己？你知道你这样跑出来，本王多担心你吗？这丫头总是太任性，总是有她自己的想法。他慕容浩有时候也很难驾驭他，他骂不得，气不得，真不知要如何才能让他听话一些。很快，天一就把1碗药端了进来。看药来了，慕容浩坐上床，把林云熙缓缓地扶起来，抱坐在自己的怀里。你下去吧，本王来就可以。是。天一退下，慕容浩用勺子轻轻地舀了一勺汤药，用嘴试了一下温度，刚刚好，然后就小心翼翼地喂到了林云熙的嘴里。好苦，不要吃。话说完，林云熙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又看了看眼前的人，是慕容浩，是他的慕容浩。慕容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写的情书你没有收到吗？不是叫你不要来找我吗？本王要是不来，你又不知要怎样折腾自己的。看，你又饿晕了。慕容浩，这里可是有天花呀，你得过天花吗？这男人真傻，这里那么危险，他来这干嘛？没有得过。慕容浩，你听话，你赶紧离开禁卫城，你很容易会被传染的。本王是带兵过来的，皇命在身，不能离开。你父皇怎么会派你过来？这可是天花疫区，他就不怕他的儿子没了？无语了，当今圣上还真舍得让自己的亲儿子到疫区来，是不看重这皇子吗？本王是自己申请过来的，你在这里，我怎能不来？慕容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天花很可怕的。知道可怕，丫头不还是来了？丫头不会得天花才来的呀。丫头小时候得过天花，你身上没有留疤呢。
我有不会得天花的体质，现在就算是吃天花病毒都不会发病。王爷你就不一样了。林云熙担心地看着他，看来自己又闯祸了。他把慕容浩带到了危险的境地。算了，既然王爷都来了，我尽量不让王爷有事。王爷，你听我说可以吗？丫头说，本王听。丫头在我自己家乡的时候，有过疫区的救援经验，只要王爷按我说的做，一定能够减少百姓间的大面积传播。父皇封本王为镇军大将军，这里的一切都听本王的。丫头，你说说看，要如何做？好，首先呢，天花是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的，禁卫城目前还可以自由进出城门，这一点就很危险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禁卫城封闭，就是不能让禁卫城的百姓到处走动，这样其他城市才不会被波及。其次，如今天花病死的人都是各家自己安葬，这样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传播。这些人应该统一火化，而不是土葬。这里的礼教我虽然不太懂，但是王爷可以让各家的统一火化处认领尸首也是可以的。再次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暴露在空气中，一定要戴上口罩。就是我的这个东西，我之前告诉李知府叫当地的商人做这口罩，但是他应该很忙，没有空做这些细小知识。王爷可以看看禁卫城里还有没有商人能做，实在没有商人能做，找其他城市的商人做也可以。这个口罩可以避免天花很大面积的传播，还有天花传播过的城市后期需要有大量的消毒剂和烈酒消毒城市，这个也需要商贾们生产或者朝廷的发放。最后，各家如果发现天花患者，立马要求统一到疫病区救治，不能在自家救治，这样可以减少传播。还有最重要的事情，王爷一定让人去找中了牛痘的牛，牛身上的牛痘是天花的天敌，牛痘能消灭天花。王爷，这一点一定要尽快做，找到牛痘马上通知我，这样能救下大量的百姓。慕容浩认真地听着他的建议，他立马叫来天一，复述林云熙刚才的所有吩咐，让天一去办。天一退下后，林云熙松了一口气，他好奇地看向桌上的药。王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你补气血的汤药，喝了它。慕容浩这才想起来要喂他喝药，他拿起汤勺继续要喂他。什么？补气血？王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才20岁，是气血最好的时候，为何要补？你这段时日太累了，又不按时用膳，气血有些空亏。这是哪位大夫开的药？慕容琦开的。他就是一个庸医，气血空亏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丫头为何如此抵触喝药？难道她怕苦？这个方子太医们都看过，说很适合你喝。丫头总不能说太医是庸医吧？林云熙再次瞟了眼药，刚刚他醒来就喝了一口，那苦味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。王爷，能不能不喝？我是大夫，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。不行，所有太医都说了你要喝了这药才行。今晚本王就要看你喝下去。王爷，能不能不喝？这药很苦的。那本王喂你，喝完有糖水喝。还是不想喝，不喜欢喝苦的药。你喝不喝？不喝本王可要喂你了。林云熙不解，慕容浩说喂他就喝了，他可不好骗。慕容浩拿起碗，自己喝了一小口之后，然后就放下了碗，大手挽住他美丽的面庞，性感的薄唇直接就封住了他的唇。林云熙缓过神儿，吞下一口苦汤药，眨巴着水汪汪的眸子看着眼前这温柔的男人。慕容浩，有这样喂药的吗？我自己喝吧，我可不想记住这么苦的吻，接吻应该是甜的。谁跟你接吻了？本王在喂药。林云熙白了他一眼，拿起桌上的碗，捏着鼻子一口气就喝了下去，那个味道苦得他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丫头，这是红糖水，喝一些解解口中的苦涩。林云熙听到是糖水，赶紧就端过来，一口气全都灌了下去，口中的苦涩终于是消失了，舒服了许多。王爷，晚膳备好了，现在拿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天二天三低着头端上来不少饭菜，放在桌上后就退下了。林云熙看着桌上的饭菜，他刚刚才喝了2大碗汤水，这会儿感觉肚子里全都是水，他还真是吃不下这些美味的菜肴了。王爷，你用膳吧，我还饱着呢，就先不用了。你给本王好好用膳，你都2日未用膳了，还想饿晕啊？这么凶，人家就是不想吃，凶什么凶？这丫头真是打不得气不得还说不得。他放低了声音，我什么时候凶你了？我不就是让你好好用膳吗？还生气了？你都饿晕了，能不能听话啊？就吃点就好，要不我喂你。王爷，我还是自己来吧，你喂我有些害怕。他可不想慕容浩再嘴对嘴为自己用膳。
本王不是喂过丫头吃饭吗？你怕什么？王爷说的喂丫头是怎么喂啊？这话一出，慕容浩秒懂，他嘴角微勾，坏笑连连。哦，要不要本王试试你想到的那种喂法？看慕容浩不怀好意的模样，林云熙终于明白自己好像是误会了什么。他不答他，老老实实低头认真吃饭，不再看他。慕容浩看他认真吃饭，放下心来。两人用完了晚膳，林云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间屋子不是之前李知府安排给他的。王爷，这住处是你的，这不是李知府给我安排的住处吧？今晚就住本王这儿。这怎么可以？这可是府衙，那么多人看到不好。他们说过先不要公开恋情，如果他今儿晚上住在了慕容浩的院子里，那岂不是向众人官宣了吗？他可不要。那就住你自己的院子。我自己的院子？李知府之前安排我和慕容琪一个院子，他说没有多余的院子了。林云熙，你赶回慕容琪的院子试试。完了，他又唤我全名了，准没好事。王爷，要不你说清楚些，我的院子在哪里？我到底该住在哪儿？我叫李知府安排了另外一个独立院子给你，就在本王院子隔壁。林云熙松了一口气，这男人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说话说一半，让人猜不透。林云熙透过窗格望向了外面的天色。王爷，天色已晚，那我就先过去了。本王好不容易见你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外边的病人还很多，我想今晚好好歇息，明日继续看诊去。这话一出，慕容浩不敢再说什么。林云熙一心为百姓着想，不想难为他，让他走吧，只要他无事就好。那让天二天三送你过去吧，记得要泡个热水澡再睡。林云熙有点失落，他不送自己过去吗？只是叫天二和天三送他过去啊。虽然他今日确实有些累，但是他还是想慕容浩抱抱自己才睡的。他看慕容浩没有送他的意思，林云熙转头离开了他的卧房。热水刚刚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让天二天三退下去之后，自己就进了浴房。温热的热水包裹着自己，睡意慢慢袭来。林云熙简单的披了里衣和中衣后，走出了浴房。他刚出浴房，突然一只大手就拉住了他，一个旋转将他打横抱了起来。王爷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本王会轻功，丫头忘了，我也沐浴了，一起睡吧。我们这样会不会被人发现？如今两个院子被暗卫围得跟铁桶似的，不会有人知晓。再说了，发现也无妨。他不明白林云熙为何不让他俩公开恋情，是害怕他的父皇和母妃吗？这样也好，丫头想王爷了。慕容浩一直含情脉脉地看着娇柔的女人，把她送上床榻。多日未见，两人终于可以深情相拥了。第二日一早，慕容浩很早就醒了过来，看着身旁睡得正香的人儿，他不想吵醒他，轻轻起身。可是这一动，林云熙还是醒了。王爷，记得带上丫头给你的口罩，我这儿还很多，脏了记得换。还有，用膳前要先洗手。还有啊，你要记住了。林云熙一堆的叮嘱，慕容浩听得心里像暖阳照耀一般温暖。哎，丫头，一大清早那么啰嗦，你一下子说那么多，本王可记不住。王爷，丫头不想你感染天花，记住丫头说的话可好？都记下了。今日本王要去看看他们昨晚实施的事情怎么样了。丫头放心，今日你要记得好好用膳，本王叫天儿他们盯着你。好，认真用膳，不能饿晕了。丫头知道。还有啊，晚上要回来睡觉，不能通宵救人。我等你。慕容浩亲吻他的额头，叮嘱着。他突然发觉，好像自己比他的话还要多。好，都依王爷的。林云熙也在他脸庞上轻轻一吻。本王要走了，丫头，不要被感染了，好吗？知道，我都说了我不会被天花感染的。王爷放心，快走吧，记得先用早膳再出去干活。好啊，听丫头的。送走了慕容浩，林云熙也赶紧收拾好自己，他要抓紧时间去看看重病区的情况。刚穿戴好，李知府的下人就送来了早膳。林云熙听话，认真的用完了早膳之后，便和天二天三出门了。才出门，就看到慕容琪在大门等他。看他出来，慕容琪上去和他打招呼：“林姑娘早，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”“世子早，昨晚休息了一夜，还喝了你开的药，已经大好了，还要多谢世子的药方。”“姑娘气血有些亏空，那药最好多喝几服才好。”“我已经大好了，不需要喝了。要不我们先去救人吧，我真没大碍了。”“好，一起走吧。”一路上俩人没话，慕容琪找了个话题：“林姑娘是怎么认识八殿下的？”“我救过八殿下，就认识了。”“八殿下好像很紧张林姑娘。”“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紧张救命恩人不正常吗？”“
是这个理。林云熙只觉得慕容琦有些八卦，也就没有再理会他。两人走了一会儿路，就来到了疫病区，看到又有很多人排队，他们赶忙进入了重病区的帐篷。这边慕容浩赶往城门，看到城门已经封闭后，就叫来天一，听天一汇报昨夜的情况。回王爷，昨夜子时之前，全城全部通知下去了，凡是要进城的只进不出，老百姓们都回家躲避天花了。各营的士兵都在城中巡逻城门和官道，发现外出的全部抓回来教育。还有口罩和消毒剂，目前金卫城商家都不敢开工。现在口罩和消毒剂的生产已经发送给周边的2个市和1个县大量制作。还有各家有天花病死的人，今日中午全部在金卫城的支山统一焚烧，各家可以在焚烧后自家认领自家人的尸骨。焚烧期间，我们会调派1000名士兵把守，避免骚乱。现在在疫病区，士兵们又搭建了2个大帐篷，收治感染天花的病人。现在全城通知，家里有人染病，必须到疫病区就诊，不能在家中自行处理。每日会有士兵挨家挨户去检查百姓们家里的情况。再就是找牛痘的消息，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感染牛痘的牛，属下会再派人尽快寻找。慕容浩听了天一的回答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天一，这些你做的都很好，记住，一定要找到中了牛痘的牛。丫头说只要能找到就能克制天花，这个事情要尽快做。是，属下现在马上安排。时间很快就到了晌午，慕容浩在城墙上一直安排着各种事项。他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林云熙送给他的手表，原来时间很快就到午时了。他叫来了身边的天四。天四，你去疫病区看看林姑娘有没有用膳，如果没有，找李知府安排。是。天四很快就来到了疫病区，他打开重病区的门帘，看到林云熙还在认真的看病，没有人送膳食过来。他跑到府衙看了一圈，看到李知府刚刚和手下们讨论完事儿，正要出衙门。天四走上去，拿出自己的腰牌，躬身行礼。见过李知府，我是八殿下身旁的人。八殿下有令，让李知府安排林姑娘的膳食，她可是上京城过来的神医，不能怠慢。李知府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想到昨儿晚上八殿下和恭王世子都那么紧张这林姑娘，看来这姑娘来头不小啊。哎，好，下官明白，这就去安排林姑娘的膳食。说完，天四行礼后就消失不见了。李知府赶忙找来了身旁的副手，你赶快去安排疫病区里恭王世子和林姑娘的膳食，这2人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人，记得安排好了。遵命。有人安排果然不一样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就有人来到了疫病区，恭恭敬敬地找到了慕容琦和林云熙。恭王世子和林姑娘，你们辛苦了。李知府已经安排好了2人的午膳，请2位到府衙去用午膳。林云熙吃惊地看着来人，昨儿一日都没有人给他们送饭吃，今天怎么就不一样了呢？他想了想，肯定是他的慕容浩安排的，有他在，他必定不会让他饿着。林云熙开心，写完了最后一张议案，拍拍手就站了起来。喂，有饭吃，世子要不要一起走？当然要用膳，不能像昨夜有人饿晕了。走啦，我饿晕还不是为了救人，赶紧去吃吧，吃完了回来再继续救人。当他们看到膳厅的桌子上摆满了一桌好菜时，他们都惊呆了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午膳，差点就像是满汉全席了。这位大哥，这些菜是不是太多了？我们2人也吃不完啊，下次不要做那么多菜了，太浪费了。林姑娘，这是上头的安排，小的只是听命行事，你们俩慢慢用，小的就先下去了啊。好吧，人家知府的好意，好像也不好拒绝。这也太幸福了吧，那么多好吃的。林云熙看着这满桌子好菜，他也不客气了，这可是慕容浩给他的福利，他定是不会辜负了慕容浩。林云熙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慕容琦在一旁看着他的吃相，忍不住笑着说道：林姑娘，你昨日是不是饿狠了？你这吃相……不用你管，世子你管好自己吧，赶快吃完，赶快去救治病人。哪里来的那么多话？慕容琦一边吃一边看着林云熙的吃相，他是越来越喜欢这女人的吃相了。看到他吃东西，自己也能跟着多吃一碗饭。2人愉快地用完午膳，赶忙就回到了重病区。城墙上，慕容浩也刚刚用完了午膳。天四来报：回王爷，李知府已经安排了林姑娘和恭王世子的午膳，今日林姑娘用了2大碗饭。听到他的丫头用了2大碗饭，慕容浩唇角勾了勾，他的丫头还是很听他的话的。他高兴，刚想着天一求见。回王爷，我们在一家百姓牛栏里发现了2头中了牛痘的牛。找到了，有没有付银钱给百姓？有，付了高出市场2成的价格买下的。好，你们守好了，本王亲自去找他。慕容浩马上就飞奔下了城楼，打马来到了疫病区。他大步走向他，低下头，在林云熙的耳边轻声道：
丫头，你要找的种牛痘的牛已经找到了，和本王去看看吧。林云熙没想到慕容浩的效率这么高，他大喜。世子，重病区你看着，八殿下找到了得牛痘的牛，我过去看看。慕容琦刚刚一直在认真为病人看病，他这时才抬头看到慕容浩进来了。林姑娘去吧，本世子在这里守着。林云熙大步跑出了帐篷，慕容浩跟在他身后。林云熙正要跑，慕容浩直接就拉住了他。和本王打马过去，那边有段距离。王爷，这样会不会不好，让人看到了？我们在为百姓办事，丫头怕什么？有本王在，不怕这些流言蜚语。说完，慕容浩一把就把他抱入了怀里，俩人共乘一骑来到城门。林云熙看到天一守着2头牛，他赶紧跑了过去，看了看2头牛的腹部和牛乳的位置，确实是长了不少牛痘。王爷，禁卫城的百姓有救了，这2头牛身上的痘就是我要找的牛痘。不过现在感染的人太多，王爷能不能再找一些感染牛痘的牛？慕容浩看了看天一，天一回答：回林姑娘，我们几乎找了全城的牛，只能找到这2头有这种痘的。王爷，那能不能找些小牛来，让小牛感染这样的牛痘？丫头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向百姓购买。林云熙觉得这样还是太慢了。王爷，这样你先买20头小牛回来，我要让小牛感染上这样的牛痘，然后我再想办法，然后给我准备一间独立的光线充足的屋子，现在马上研究这牛痘。好，本王马上配合丫头。慕容浩找人安排了一间城楼上的屋子，那屋子是士兵守城时用的，里面光线充足，整个屋子都是非常的亮堂。林云熙取了2头牛身上不少的牛痘脓液，来到了屋子里。他叫慕容浩出去等着，他一个现代人对天花已经免疫了，他不想让慕容浩被感染上。林云熙开始戴上了口罩和医用手套，然后就开始研究分析这牛痘了。牛痘的浓度和稀释用的液体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实验。林云熙努力从他的记忆里回想起疫苗试剂的配比。林云熙闭上双眼，用他最强大脑回忆着他之前学过的课程，还有他做过的实验。林云熙想着想着，突然就从他的记忆深处找到了他看过的一本书，书上写着有一种草药，里面含有大量汁液，这种汁液能够稀释牛痘，而且还能被人体顺利吸收。这种草药叫做血犀草。血犀草常年生长在高海拔的雪山上，只要几颗血犀草就能够稀释掉大量的病毒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牛痘。林云熙跳了起来，他连忙跑出了他的小实验室。慕容浩一直在外面等着他，看到他开心的出来，慕容浩上前问道：丫头，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王爷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种叫血犀草的草药，是牛痘很好的药引？慕容浩对这些并不了解，他叫来天赐。天赐，去找几位德高望重的御医过来，本王有话要问他们。天赐领命，去到了御医们常驻的客栈。没一会儿功夫，天赐带来了6位他所知的德高望重的御医。见过八殿下。起来吧，今找你们过来，是林姑娘有话要问你们。慕容浩看了看林云熙，提示他问话。各位御医，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草药叫血犀草的？血犀草，老夫没有听闻过。老夫也没有听闻过，这是何种草药啊？专治什么病症？老夫在太医院多年，见过的草药也很多了，就是没有听过这样的草药。最后，荣太医想了想，老夫似乎听闻过这样的草药。当年老夫还年轻时，和我堂兄就是现在4大世家荣家主，在金卫城的灵山上游玩。当时还有一位医者一起前行，我们在上面看到过一种草药。那位老医者说，那草叫血犀草。不过灵山是雪山，海拔很高，现在上去也是冰雪覆盖，要找到这草确实有些难度。林云熙大喜，只要有线索就行，他就不怕找不到。他科技库里不是还有一大堆高科技的仪器吗？林云熙看了看慕容浩，慕容浩吩咐御医们下去之后，他问林云熙：丫头，这血犀草一定要得到吗？王爷，现在金卫城的百姓很多人都感染了天花，光是几头牛的牛痘是无法救治那么多人的，只有血犀草才能稀释牛痘病毒，才能研制出更多的天花疫苗。所以我和天2和天3走一趟灵山吧。慕容浩看了看林云熙，他一直都相信他的医术。林云熙说是要去寻找血犀草，那应该是有用的。本王和你去吧，你自己去，本王不放心。王爷，你不用负责你手下的士兵吗？现在城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就等你说的牛痘了。本王现在也没什么事，你要去灵山，本王陪你去。
林云熙当然希望他陪着他去了。慕容浩说无事，那就让他陪着好了。让慕容浩在城里，他担心慕容浩被感染天花，于是高兴地笑起来。好，那王爷就陪丫头走一趟灵山。刚刚荣御医说上面常年积雪，本王先让人准备2套冬衣。丫头也要准备一些东西。两人说好之后，就开始准备东西了。这次慕容浩没有带天一，天一要在城中执行慕容浩的各项命令，两人只带着天二和天三。慕容浩上前拉着林云熙的手，来到了自己的骏马面前。王爷，我们要共乘一骑。对，不需要那么多马，山路不好走。说完，他抱住林云熙，一个飞身就上了马，一行4人向着灵山奔去。他们到达灵山脚下时，已经黄昏了，再过1个时辰，天就会暗下来。几人一直骑马往山上赶，林云熙一直在马背上观察周围的植物。他的记忆力惊人，他能够记住雪溪草的样子，他希望能在天黑前就找到。可惜，几人一路往上，到了半山腰都没有找到雪溪草的影子。到了半山腰，由于海拔越来越高了，上面的温度也越来越低了，而且山上的路越来越崎岖，马此刻已经无法再往上走了。几人只能下马继续走路前行。慕容浩打开他拿来的大包袱，为林云熙披上了厚厚的雪狐毛领外披，并仔细地为他系好带子。山上冷，别着凉了。林云熙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他真的很会疼人呐，就这动作他又被感动到了。王爷也穿上吧，入夜了，山里确实很冷。慕容浩也披上了自己的厚外披。往山上走吧，争取在天黑之前找个落脚点。好。后面两人一直跟着慕容浩他们一直往山上走。王爷，这雪山好美啊！丫头喜欢？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靠近雪山，感觉很美。雪山很美，但是也很危险，我们要尽快找到落脚的地方才行。慕容浩常年在边塞守城，他是经常看到过并且走过雪山的，他知道雪山是很危险的地方。几个人继续前行，脚下的植物越来越少了，这温度也是越来越低了。没走多久，慕容浩耳力好，就听到远处似乎传来什么声音。他抬头往远处望去，发现山顶上有一个很大的冰块开始爆裂，慢慢的那大冰块往下落，正朝着他们几人的这个方向袭来。慕容浩大惊，不好，是雪崩，快赶紧找地方躲避。慕容浩，你怎么了？慕容浩此时已经晕了过去，没有回应他的话，他焦急地看向天二。天二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你刚刚说的内力内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主子，王爷为了救我们，他运用了他的最大内力，内力如果顺势达到最大时，容易伤及内腑，造成内部器官损伤。王爷刚刚吐了血，应该是受了内伤所致。是慕容浩不要命了。山上寒风袭来，林云熙打了一个寒战，他吩咐天二和天三，你们赶紧在附近找干柴过来生火，我怕王爷冷了。是。两人赶忙出发，在山洞边找干柴。林云熙先是为慕容浩把脉，看看他脉象是否正常，诊了右手又诊左手，还好他的脉象还算是平稳。林云熙拿出他科技库里的应急小型 CT 机，扫描了一下慕容浩的胸腔，看看他的内脏哪里出了问题。扫描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还好没有多大问题，就是内脏受到内力撞击，导致内部出血，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林云熙松了一口气，看着昏迷不醒的他，林云熙的眼泪还是不自觉地在眼里打着转。慕容浩是多么坚强的男人，就算是上次在青山寨被暗杀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晕倒，现在为了救他，慕容浩竟是自己伤了自己。慕容浩是他在这古代唯一的爱人，他真的不想他有事。他正这么想着，天二和天三捡了不少的干树枝回来了，他们就在慕容浩不远处点燃了火堆。你们把这水烧开，我要给王爷喂药。他们照办，支起小锅开始烧水。水烧开之后，天三给他打来了一杯热水，递给他之后，只见林云熙又从袖袋里拿出2片绿色的药丸，喂到了慕容浩的嘴里。慕容浩此时感受到有人在喂他喝水，还感受到他似乎靠在一个温暖的怀里，这怀里没有多少力气支撑他，在摇摇欲坠。慕容浩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努力坐了起来。丫头，你给本王喂药了。王爷，你醒了。丫头给你喂药了，那药是能止住你内脏出血的。王爷，
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？丫头为你做点吃的。慕容浩看到林云熙眼眸里的泪花，知道这丫头是担心自己。不用，本王没事，就是一点内伤而已。王爷，你不要说话，好好歇着。丫头不哭啊，这是小伤。你都吐血了还是小伤？刚刚吃的药也没那么快有效果，这要怎么办？说到药，慕容浩突然就想起了他母妃给他的金旋丸。丫头，这是本王的母妃给我的金旋丸，她说是很好的救命良药，你看看，本王能用吗？我看看。没多久，药品分析仪分析完毕，分析结果在林云熙的耳边响了起来，里面的成分非常的金贵，都是上等的救命药材。王爷，这药你可以用，对内伤很好的。那就给本王服下吧，应该很快就能好了。林云熙吩咐天三再倒一杯水过来，他扶着慕容浩，把药丸喂进了他的嘴里。现在本王服下了药，丫头不要担心了。王爷饿了吧？丫头去给你做饭。本王没什么胃口，这情况也不好做吃的，本王不吃了。林云熙知道他体恤自己，还是起身来到火堆前。你们给王爷熬粥吧，王爷现在受伤了，我们就简单吃点吧。是。两人领命，就开始熬粥了。林云熙又拿出科技库里的2个全自动速开露营帐篷，他直接就扔在了地上，2个帐篷瞬间就支棱起来了。他来到慕容浩的身旁，王爷，很快就可以喝粥了。晚上呢，我们有睡的地方了，王爷就好好歇息。慕容浩一直微笑地看着他，有他真好。只要和林云熙出门，林云熙都能安排好他的生活起居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他看了看林云熙，握住了他的手，突然发现他的袖子是湿的。他有些好奇，翻开了林云熙的大袖子，发现他纤细的手腕还在流血。丫头，你的手腕在流血，你不知道吗？刚刚担心王爷忘了，没事，我处理一下就好。身上有没有止血的药？拿出来。有，王爷不要那么凶嘛，就一点点小伤而已。本王不发现你都不会痛的吗？好，丫头现在就拿药。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碘伏还有棉球、止血药和纱布。慕容浩拿起棉球，为林云熙用碘伏消毒之后，再涂上了止血药粉，而后用纱布慢慢的为他包扎。慕容浩的动作很娴熟，像是做过很多次这样的外伤处理。王爷，你处理外伤很娴熟吗？经常给人处理外伤？这死女人什么时候了还怀疑我？因为荣副将做了4个时辰的手术，本王都在你身旁，本王又不傻，这点事情都学不会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是丫头想错了。丫头想做什么了？说来听听。我才不要说呢，说我吃了空气的干醋，那多丢人啊。没什么。天三，粥熬好了吗？慕容浩看着他的样子就想笑，这丫头一天天都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啊，看着就觉得她可爱。主子，粥熬好了，可是没有碗筷啊。林云熙好像忘记了这事儿，又从袖袋里拿出来4副碗筷递给了天三。天三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些动作了，也不问，直接就给每个人都打上了粥。林云熙又拿出来几个盘子，把他做的一些猪肉干还有一些咸菜倒在了盘子上。今晚呢，大家就先吃这些吧，明儿有条件了，我再给大家做好吃的。主子，你这猪肉条我可是馋了好久了，上次你陪我和天儿吃过，我一直馋它的味道，想不到今晚有口福能吃上。喜欢那就多吃点，我这还有很多包呢。慕容浩好奇，他是没有吃过这猪肉条的，他夹了一些放入了嘴里。这猪肉条味道很好，肉质软糯，不知是用了什么香料，入口是一股酱香萦绕在舌尖，配今日的白粥当真是合适的很。慕容浩很快吃完了2碗白粥，他忽然感觉周身寒冷。丫头，本王感觉很冷，先进帐篷休息了。看着他难受，林云熙也放下了碗筷，示意天三为他收拾好之后，他扶着慕容浩进入了他们的帐篷。此时慕容浩手脚冰凉，林云熙知道应该是他刚刚吃的药效发挥作用了，他让慕容浩睡入后睡袋中，他也一起进去。他握着慕容浩的手，为他搓手取暖。此时慕容浩全身发冷，他喃喃道：丫头，本王冷。慕容浩一把抱住了睡袋里的他，不愿意放开，抱着他就很暖和。林云熙叮嘱外面的天儿道：天儿，把火堆点大一些，我也冷。是。天儿在火堆里添了不少柴。此刻帐篷内，林云熙抱着慕容浩，慕容浩的周身都在发抖。他为慕容浩搓着手，又搓了搓他的后背，
为他摩擦生热。慕容浩中了内伤，按理说那金旋丸他也看过，是能够治他内伤的良药，这怎么就突然发冷了呢？慕容浩一直紧紧地抱着林云熙，慢慢的，他感受到了一股暖流划过周身，突然就感觉不冷了。刚刚还发抖的身体已经停止了抖动。他缓过神儿，摸了摸林云熙的小手，发现林云熙的手冷得像冰块一般，应该是刚刚他把自己的冷传给了林云熙。丫头，是不是很冷？不冷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我也好好休息，不用管丫头。慕容浩身上有内伤，确实累了。他闭了双眼，正想睡去，突然就感觉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暖流从脚底划过周身，他开始发热，全身躁动不安。丫头，本王现在很热，很难受。林云熙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发现刚刚还全身冰冷的他，现在全身滚烫起来。林云熙有些无奈了，这金旋丹到底是什么药啊？成分他都看过了，都是好药材，怎么慕容浩吃下去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他要疯掉了。他为他褪去了外衣和中衣，只剩下慕容浩的里衣。慕容浩感受到了丝丝凉意，他碰到了林云熙的手，林云熙的手好冰凉，他很喜欢这份凉意。此刻他发疯似的寻找凉快的东西，他似乎失去了意识，他感受到身旁的他冰冰凉凉的，他一个翻身压在了林云熙的身上。丫头，本王热，难受，难受。王爷，丫头在，你想做什么，丫头都配合你。此时天二和天三都打理好了他们该做的事儿，外面很冷，他们都钻进了主子给他们准备的帐篷里，还进入了各自的睡袋。他们的帐篷离林云熙他们的帐篷只有1丈远，他们的耳力极佳，他们现在能清楚地听到主子们的对话。天儿，王爷吃了那金旋丹，好像没什么意识了，今晚会不会要了主子？王爷把我们主子放在心尖上，他们那么久了，王爷都能忍，今晚应该是不会要主子的。今晚不一样，王爷吃了那药，现在应该没什么意识了。主子那么心疼王爷，应该会发生些什么吧？要不我们打赌？赌什么？赌一餐丰莱克客栈的饭菜，如何？可以，我赌王爷今夜不会要主子。王爷都这样了，怎么可能不要？是我就要了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旁，还吃了什么金旋丹，理智都丧失了，是我就要。王爷是什么人？王爷的意志力岂是你我能比的？我赌王爷今夜会要了主子。哼，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那边帐篷里，慕容浩已经是热得大汗淋漓，身上的里衣都被打湿了。他的大手不自觉地拉开林云熙身上的腰带，然后再拉开他的中衣衣带，再然后就是里衣的衣带。他趴在林云熙的身上，感受林云熙周身的冰凉感，闻到他独有的体香。慕容浩满脑子都是他的丫头，她好凉，她好软，她好好闻。他已经有了反应，他吻住了林云熙的唇，他的吻很强烈，林云熙能够感受到他对他的依恋，他迎了上去。今晚林云熙知道他病了，今晚如果他一定会。慕容浩此刻像是一头猛狮，贪婪地贴合着他的全身。丫头，本王好热，好难受。王爷，丫头在，不怕。不能。林云熙知道他说的不能是指什么，他心疼他，不知眼前的男人从小到底受到了什么礼节教育，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想着护着他的什么清白。他也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够让他舒服，他知道他的身体让慕容浩能凉快一些，他只能是抱着慕容浩，任慕容浩在自己的身上随意的游走。慕容浩也快要疯了，如果现在能他或许会好受很多，但是他一直以来强忍着，就是没有进入到最后一步。两人大汗淋漓地折腾了半个时辰，慕容浩慢慢地安静了下来，他全身被汗水打湿，就那么睡了过去。林云熙慢慢起身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他已经不再发烫了。林云熙给他把了脉，脉象完全正常，他此时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林云熙整理了一下自己，从科技库里拿出2件干净的衣衫，先自己穿好。他为慕容浩褪去全身的衣衫，为慕容浩穿好干净的衣衫后，躺在他怀里。他睡在他怀里，听着他均匀的呼吸。林云熙安心了，慕容浩的药效应该是过了，而且他的身体开始快速愈合。那药确实是个好药，就是有点折腾人而已。林云熙微微一笑，想到他刚刚对自己做的一切，他红着脸安安静静的和他一起进入了梦乡。
天三，记住，你输了，你可欠我一餐饭。哇，王爷这意志力真是绝了！我今日又重新认识王爷了。如果你有心爱的女人，你会在成亲前毁了她的清白吗？当然不会，留到洞房花烛夜多好。王爷应该也是这样想的。王爷对主子是真爱。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，王爷都那样了还能忍，我就服我们王爷。俩人私自讨论主子的私事儿，慕容浩不知道，如果知道的话，这俩人不知道会死几次。第二日一大早，天二和天三很早就醒了过来，他们出去找干柴去了。这雪山上冷，火堆要一直烧着才行。他们怕主子起来还要煮吃的，干柴不够，这可不行。慕容浩听到他们出去的动静，也缓缓地醒了过来。他看自己抱着林云溪睡在一个厚厚的睡袋里，他的丫头睡得很香。看着林云溪美丽的睡颜，他脑海里面突然就想起了昨儿晚上他突然发冷又突然发热的情形，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划过昨天晚上的画面。昨晚他的丫头很配合他，他好像吻了她全身。慕容浩唇角微勾，他打开睡袋看了看他身下，又想了想，好像昨天晚上他没有要他，还好还好。他又看了看他身旁的一堆衣服，林云溪为他换下了全身的衣衫，还换了亵裤。看到亵裤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有点懵。昨晚上他意识不太清楚，他也不记得是不是要了他。林云溪感受到了他的动静，马上就清醒过来，见眼前的男人一直盯着他看，他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还好还好没有发热。林云溪抓住他的手为他把脉，脉象也一切正常，他这才彻底的松了一口气，开心的说道：王爷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本王现在很舒服了，和以往一样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真的？那金玄丹那么厉害？应该是昨晚丫头伺候本王厉害才对。王爷还能记起昨晚的事？有些能记起，有些还有些模糊。哪些地方模糊？丫头告诉你。丫头，昨晚本王有没有要你？王爷，丫头是不是一点都不美啊？丫头何出此言？丫头在本王的心中像天上的月亮，永远都那么美，美得不可方物。每次本王看到你都会心跳加速，甚至身体都会有反应。林云溪听他这样夸自己，刚才还苦着的脸立马就笑了起来。王爷昨夜还是没有要丫头，丫头以为是自己不够美，魅力不够大。丫头怎么能那么想？本王不要你不是因为你不美，而是本王爱惜你。林云溪早就知道他脑子里理教的厉害，不想和他争论这个问题了，只要他开心就行。人家一个男人都能等，他一个女人急什么呀？现在知道了，王爷是爱惜丫头，丫头不急。不过昨晚王爷那一套，丫头也很喜欢。慕容浩睁大眼睛看着怀里的女人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说这话有多勾人呢？他低下头找到她的唇便强吻了上去。王爷，天二和天三都在呢。他们出去了，不在。王爷，你……本王今日好了，你收着。谁说丫头不美了？本王现在缠着呢。说完，慕容浩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一直强吻他，看他在胡思乱想。此时，天二和天三拉着一大堆干柴走进了山洞，慕容浩这才停了下来，看着林云溪被吻红的唇，他笑了笑。林云溪瞪着他，在他胳膊上扭了扭。慕容浩吃痛，他不敢吱声，满脸痛苦的表情，他可不想在安慰面前吃瘪。慕容浩在林云溪身上挠他，他怕痒，看林云溪还敢不敢扭他。天二和天三此刻才发现，原来两位主子都醒了，还在帐篷里调情呢。他们这是该出去呢，还是该立刻出去呢？慕容浩听到他们俩停住的脚步，轻咳了两声。你们俩烧点热水吧，一会儿给你们主子洗漱。是王爷，属下这就办。看着两位属下都回来了，慕容浩他们也就不再睡了。慕容浩看了看林云溪，林云溪知道他要穿衣服，他科技库里有很多他的衣服。林云溪立马变出一套衣服来，安安静静的为他穿上。穿上之后，不忘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这丫头不知道外面有人啊，这两名暗卫听力可是一等一的好。
慕容浩大惊，他瞬间就脸红了。李云熙看到他红着脸，又继续故意在他另外一边脸上又亲了一下。看着他红透了的双颊，李云熙这才高兴地穿上了自己的衣服。慕容浩此时不敢造次，任他折腾他。这丫头现在还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安慰靠得那么近，李云熙都敢如此的放肆。李云熙拉着他的手走出了帐篷，天二和天三为他们两人准备好了热水。两人洗漱好后，天三上前小声询问：主宰，今早还喝粥吗？如果喝粥，我现在就熬粥。这山里冷，你熬粥吧，顺便把这些玉米和红薯烤了。天三接过红薯，和天二开始做早饭了。李云熙拉着慕容浩的手来到了山洞前，温声道：王爷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慕容浩感受了一会儿自己的身体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温声回答：丫头，本王今日觉得好多了，没有大碍了。那王爷能走吗？丫头，本王就是受了点内伤而已，昨夜吃了那药好多了，不用这么担心本王。那就好。现在天二和天三在做早饭，我和王爷在山洞前走走吧。好，和丫头走走。李云熙扶着他慢慢地走出了山洞。李云熙记住此行的任务是要找到雪溪草。他一路上一边小心翼翼地扶着慕容浩，一边看着地上的植物。慕容浩看他这样谨慎地扶着自己，他笑了笑：丫头，本王真没事了，你这样扶着，本王差点就不会走路了。李云熙看了看慕容浩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确实是自己太过紧张他了。李云熙自己都笑了。好，那牵手可以了吧？两人牵着手一直往外走，在一个拐角处，李云熙发现了一株药草，他的脑海里的血溪草瞬间闪现出来。李云熙不确定，从科技库里拿出植物探测镜戴上，他直勾勾地盯着那株植物。此时植物探测镜上提示：此株植物为血溪草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血溪草，他开心地蹲下来。王爷，这就是血溪草，看这株很大，可以稀释很多牛冻了。丫头，这株够吗？林云熙看了看地上的血溪草，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。这个要看我后面的实验，目前只找到这一株，咱们再到处找找吧。说完，他拉着慕容浩的手继续往前走。他们走了2炷香的时间，一直找，再也没有找到血溪草。丫头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？现在知道这灵山有血溪草了，如果不够，本王叫士兵过来帮忙找，这样能更快地救治百姓。就听王爷的，我们先回去用早膳，然后采这株血溪草，先回城吧。两人牵着手回到了山洞前，几人简单的用了早膳之后，收拾了地上的帐篷后，林云熙就吩咐2位暗卫去采血溪草。几人到了血溪草的位置，林云熙让他们尽量整株采摘。2人手上有佩剑，简单的挖了旁边血溪草的根部之后，就整株拔了出来。几人就慢慢的下山了。他们一路向下，来到了半山腰处。林云熙想到昨日他们把马系在了一棵树上，也不知道那几匹马如何了，问身旁的慕容浩：王爷，你说我们的马是不是已经被昨日的雪崩埋了？这慕容浩可是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。他看了看昨日雪崩的痕迹，想了一下昨日他们在半山腰的位置。昨日我们拴马的位置和雪崩的位置不在一条线上，马应该没事。我们回城有马会快一些，不过现在要绕过这半山才能到达马的位置。那我们还是去找我们的马吧，我可不想今晚还在这灵山里露营。好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几人翻过了半个山头，来到了半山腰。这半山腰处没有山上那么冷。几人脱去了厚外披，继续找马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几匹马。王爷，我们的马没事儿，不用走路回城了。我们上马吧。说完，林云熙就被他抱起来，飞身上了马。天二放了一大包血溪草在自己的马背上之后，几人打马就往山下奔去。来到山脚下，秋日里的暖风袭来，几人加快了打马的速度，准备进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树林里跳出了很多蒙面黑衣人，挡住了几人的去路。天二和天三此刻已经跳下马，拔出佩剑准备迎敌。丫头，你在马上待着，别出手伤了自己。王爷，你昨日才受伤，要小心，丫头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两人说话之间，黑衣人已经动手，天二天三已经展开了厮杀，手起刀落间斩杀了不少的黑衣人。
慕容浩此刻也跳下马，拉出了他的佩剑。他双足一顿，动作急速，他长剑如龙，剑气起来，刷出阵阵劲风，每一剑都是充满着肃杀之气。几个起落间就砍掉了几位黑衣人的头颅。此刻，黑衣人源源不断的涌来。林云熙在马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想用科技库里的炸药，但是他记起慕容浩说过，不能让人知道他有这样的武器。天二和天三虽然是他们的心腹，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和麻烦，林云熙还是放弃了这样的想法。他看黑衣人太多，他急忙跳下了马。他再不动手的话，还真是对不起他一身的武艺了。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他惯用的毒刺长鞭，开始加入战局。他挥舞着毒刺长鞭，所到之处敌人瞬间倒地。黑衣人首领此时骑着马，在一排排黑衣人后面观战。他发现了林云熙手上的鞭子，这长鞭打到人的身上就让人丧命，果然是个好兵器。兄弟们，那娘们手里的兵器给我夺过来，重重有赏。慕容浩和林云熙都听到了这话，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击。林云熙手上的兵器那可是现代来的，他可不能让人给他抢了。林云熙努力地挥舞着手中的长鞭，就是不让黑衣人接近他。不行就放蛇，今日这几人必须死。说完，后排的黑衣人把准备好的多个袋子打开，只见密密麻麻的黄绿色拳头大的蛇向几人爬来。林云熙看到这架势，迅速从袖袋里拿出硫磺粉，往前那么一撒，蛇群停住了往前爬的速度。只见一名黑衣人拿起了手中的口哨，吹响了一声悠扬的声音。此时的蛇群很奇怪，他们不再惧怕硫磺粉，继续朝几人的方向前行。几人开始挥舞手中的武器，砍杀了不少地上的蛇群，但是这蛇群却是越来越多了，他们无法突破蛇群的包围。此刻在不远处的大树上，坐着一位身穿宝蓝色祥云镜纹装的男子，他眉眼如画，一双明亮的眸子正常有兴趣地看着前方的打斗。他的身旁坐着2名素衣男子。公子，我们要不要出手？再看看，你看那女子，她身手很是特别，她的武功，本公子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还有她手上的兵器，虽然是条长鞭，但是所到之处，敌人立马毙命。这女子有点意思。这边4人一边斩杀上前的黑衣人，一边注意着脚下的毒蛇。眼看着这黑衣人越来越多，毒蛇无法斩杀殆尽的时候，慕容浩看了看林云熙。丫头，我掩护你，你骑马带着血溪草先离开，金卫城的百姓不能没有你。慕容浩，我不会走的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树上的几人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一位素衣男子说道：公子，他们说的血溪草不是药引吗？金卫城的百姓不能没有那女子，还有那男子的姓氏是国姓慕容哦，真不出手？坐在树上的男子想了想，思考道：慕容浩，不是这次皇上派来镇守金卫城的8殿下吗？公子，正是。那慕容浩就是我们东胜国赫赫有名的战神8王爷。宝蓝劲装的男子看着远处，疑惑的皱眉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在金卫城，汇合到灵山来，还找血溪草。这属下不知。再看看情况，不行，本公子会出手。这边4人被源源不断的黑衣人围攻，地上的蛇群也是越来越多了。慕容浩看这情况，他再不用内力这样打下去，会耗尽他们几人的体力的。于是慕容浩开始运起了真气，他双脚一蹬，一个飞身，大掌先朝地上的蛇群打去。一时间，地上的蛇群被震飞，死伤无数。他再次出拳，拳风打向了前方的黑衣人，黑衣人纷纷倒地，口中吐出鲜血来。慕容浩此时轻轻落地，他昨晚才刚刚愈合的内伤，此刻又开始发作了，胸口的鲜血没忍住喷了出来。林云熙看到他口吐鲜血，知道他的内伤又反复发作了，他焦急地跑到他身旁。慕容浩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内伤还没有好，不要动用内力。丫头不要怕，这是小伤，你带着血溪草先走，我还可以撑着。要不，丫头炸了他们。慕容浩知道他有炸弹，看着这么多黑衣人，他不一定能炸完。如果林云熙没法脱身，必将引起4国的争夺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丫头，答应我，带着血溪草先回去，金卫城的百姓不能没有他，都等着你回去救命呢。林云熙不想离开他，慕容浩还受着伤，他怎么能走？丫头听话，我不会有事的，金卫城的百姓就拜托你了。慕容浩，不要！丫头，
你说要接济百姓啊，一城的人都在等你。此时几名黑衣人上前，慕容浩看着来人，把他挡在身后，提剑便飞了出去。慕容浩武功了得，黑衣人不是他的对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黑衣人纷纷倒地。他大喊：“丫头，快拿血溪草走，我掩护你！”林云熙此时已经决断，他跳上天儿的马，拖着血溪草打马向前。黑衣人首领看到林云熙要逃，赶紧发令：“继续放蛇！”黑衣人一声令下，一群群的蛇又往前爬了上来。